中俄在俄乌间促谈，美国反对停火，看来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打出结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马上就是3月20号，中国领导人就要出访俄罗斯，与普京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可以预见，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方面必然会以高规格接待，表示对中国领导人出访的重视。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俄罗斯已经明白需要中国壮声势了。中国外交部呢，同时采取了2个动作，一个是对外解释此次出访的目标，除了加深中俄友谊，促进国际事务民主化，还特别强调了3不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尤其是最后这个不针对第三方，那是说给俄罗斯、乌克兰还有欧洲听的，让欧洲不要担心，也预防美国有人借机说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同时呢，也是提前把话说明白，俄罗斯想要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支持，那免开村口。与此同时呢，外交部长秦刚还跟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双方外长都说了很多很好听的话。秦刚表示，中乌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乌方表示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同中方建立真诚的关系，中方予以赞赏，愿同乌方一道，着眼长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乌务实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将为中乌互利合作提供更广阔机遇。库列巴说的是，中国是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更是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大国。祝贺中国近期成功促成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和解。中方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体现了推动停火止战的诚意。乌方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听这意思啊，乌方是说，您中国别光顾着中东了，我们这边您也说句话行不行？那么秦刚的回应也很有意思，说希望各方保持冷静、理性、克制，尽快恢复和谈，推动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希望乌俄为对话谈判保留希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大门。中方将继续为停火止战、缓解危机、恢复和平发展建设性的作用。意思是你们多努力，你们态度冷静了，我们才能说得上话，否则我们可管不了。所以我们现阶段更多的还是表态，表明立场，还没有必要出手拿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为时过早。而与此同时，美国表达的态度就很有意思，显然是不希望任何国家通过外交努力达成一个不受美国控制和左右的结果，所以他们表示不接受停火，因为俄罗斯现在还控制着大片乌克兰领土，如果停火造成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吞并，那就违背联合国宪章了。其实停火只是暂停啊，并不是最终的和平协议啊。停火之后谈判不成，接着开打的事儿多了，这根本就扯不上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的态度给我感觉是，他们认为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喘息时间，貌似美国是在战场上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底气了。现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是，尽管巴赫穆特方向乌军仍然在承受俄军的巨大压力，不断被俄军压缩阵地空间，但是最近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却频繁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看上去呢是有可能把在英国还有波兰等地受训的乌军新生力量向这个地方打算做一个集中投入，那就是我以前猜测过的，试图从扎波罗热冲到马里乌波尔的黑海岸边，切断俄军东南两线陆地联系。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是给了俄罗斯一个重大打击，也许那个时候美国会觉得谈判的资本和筹码会更雄厚，所以恐怕各国还是会继续前一阶段的工作。中国呢可以继续展示中立姿态，尤其是要安慰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可以继续加强投入，俄乌双方还会继续炸对方的情报部大楼。所以停火也好，和平也罢，他们要是不着急，咱们这儿急什么？